我们是上标少林武僧。赞比亚少林寺唯一的女性学员啊，她在这里已经3年了，但是她觉得每天练习对她来讲不是问题啊，她觉得很轻松，也太厉害了吧！这位小师兄的名字居然是台湾，真的好特别啊 ！What is your name? Taipei. Why your name is Taipei? Shifu give me my name is Taipei, the capital city of Taiwan. Hello， 大家好，我库萨巴，我现在人在尚比亚的首都卢萨卡。没想到在非洲骑行的路上，我居然还能遇到一座少林寺。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但这里的确是一座真正的少林寺。今天就让我带大家看看少林精神是如何在非洲生根的吧。在少林寺的外墙可以看到一些精美的画像，你们看这些画像是不是很难想象？这里真的是在非洲。哇！你们看这少林寺的大门，要不是上面有赞比亚3个大字，我还以为我在中国呢。没想到进这个少林寺还要登记啊！这个少林寺也是蛮讲究的，门口还坐着2位小师兄。一踏进这座寺庙，真的是让我感觉到了中国啊！你们看这里的建筑风格，跟中国的完全是一模一样啊！牌坊上面的字也以中文字为主，英文字为辅。这座寺院的墙壁上也挂着这座寺院的历史啊！哇，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少林武僧，而且他们还曾经到中国的少林寺学习过。要不是有这些照片啊，我还不知道非洲的少林寺居然这么牛逼。没想到一进来就看到这些少林武僧在练武啊，我们来去看看吧。我们是上标少林武僧。刚刚你看到的是少林功夫，但那只是结果。真正占据他们生活的是同一个动作，一天又一天，反复练上几万次。这一群小师兄正在练后空翻的基本功，下腰。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厉害呀、啊！现在来问一下这位刚刚翻的很多圈的小师兄，他现在几岁？还有他可以翻几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朱生，你几岁啊？今年9岁。今年9岁。是那你可以翻几圈？我刚刚看你翻的蛮多圈的。30。30圈，这么厉害？像我在9岁的时候，应该还在妈妈10块吧。Are you the only female student here? Yes, How old are you? 15,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3 years. Is it hard to practice every day? No, So it's easy for you. yeah, Wow. 赞比亚少林寺唯一的女性学员啊，也太厉害了吧 ！What is your name? Taipei. Why your name is Taipei? Shifu give me my name is Taipei, the capital city of Taiwan. Yeah, you know that? Yeah. 哇，没想到这位小师兄的名字居然叫台北啊，真的还蛮特别的。你们可能会好奇，这些练功的小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其实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来自非常贫困的家庭，因为他们的父母没办法负担他们的生活和教育费，只能把他们送到寺庙，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而有一些小孩是孤儿，他们在这里等于有了一个新的家，师傅们不只是师傅，也是他们的照顾者。原来这些小师兄每天不只要练武，还要上课。现在上的是英文课，大家都很认真啊。这是他们的老师啊，来采访他一下，问他是不是每天都要来教这些小朋友上课。Does you come here every day? I come here from Tuesday up to Saturday. On Sunday and on Monday, I am off. They have like two classes, Zambian class and Chinese class. So as in Zambian class, we teach English, mathematics,
science, SDS. We also teach Nyanja as our Zambian language and creativ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r teach them Chinese class. Oh, we have a master, one of the masters, yes, who teaches Chinese class in the evening. 哎，你好，请问你们这里每天都有上中文课吗？对，我们每天上中文课。真的没想到，在非洲的少林寺，中文竟然成为他们每天都在学习的语言啊！这些就是他们的课表啊，每天都是满满的文化课，真的是让我很意外啊！这些小师兄每天除了武术课，还有满满的文化课要上啊！这些小师兄们结束了一整天的练功和上课，现在换上了整齐的僧衣，准备进入网课的时间啦。网课是他们每天最庄严的时刻，诵经、打坐，声音在佛堂里回荡，那节奏很慢，却能让人心静下来。对于这些小师兄来说，这不只是一种修行，更像是一种心灵的安定。在这样的节奏里，他们学会尊重、专注，也学会了与自己相处。孩子们在这里学功夫、上课，生活很规律，也很简单。虽然条件不如外面的世界，但在他们的眼神里，你能看到一种特别的平静。刚上网课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衣服后面都写着自己的名字。很特别的是，这些名字居然是以中国或者说台湾的地名为名。其中有一个师兄还直接叫做台湾。来到这里，我才发现这座少林寺背后其实藏着一个特别的故事。它并不是由中国河南嵩山少林寺直接创立的，而是有一位在非洲经商的华人蒋庆德居士所捐赠。寺庙的兴建、日常开销，甚至是现在的运作，几乎由他一手资助。但并不能说这里是一间假的少林寺哦，因为无论是佛法制度，还是住持的师傅，其实都来自嵩山少林寺，所以也可以说这里是一间嵩山少林寺在非洲的分院。从中国嵩山到非洲卢萨卡，少林的精神跨越了万里，它不只是功夫的传承，更是一座文化的桥梁。在这里，我看到中国文化以最和平、最纯粹的方式走进这一片土地。它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强迫推广，只是透过一招一式、一呼一吸，慢慢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这座少林寺虽然不在中国，但它同样有着中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正在这片非洲的土地上继续生长。